欢迎进入一个带你解读世界的频道。今天我们回到当代，讲讲当代中国历史。很多人早就想听胡时代，胡锦涛作为一介布衣，突然在中国政坛窜起，一匹黑马问鼎大位，一度让官场民间无数人诧异。我们今天就来重温胡时代的崛起和终结。对于中国政治史，即使发生在今天，也不可能在黑箱之外知道所有细节，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历史脉络、前因后果、旁征左引以及人物沉浮，挖掘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历史主线。我在邓时代的视频里提过，严格说胡时代依然属于邓时代的延续。胡锦涛并非出生红二，父亲胡敬之自道光年间在泰州一带从事茶庄生意，胡母李文瑞出生当地富裕人家，但于胡锦涛7岁时过早离世。1959年胡锦涛考入清华水利系，成绩优异。清华期间他结识了妻子刘永清，有传闻称刘永清是军区高干子弟，也有说是刘伯承女儿，但均未证实。胡后来的发迹也和父母妻子无关，这和马化腾、任正非以及习等人不同。胡在清华期间彰显八面玲珑，他热衷于舞蹈，曾担任舞蹈队团支部书记。1965年胡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辅导员，次年是文革的开始。1968年胡锦涛被派往甘肃，在此后的14年间，先后在水利部甘肃地方部门工作，并担任甘肃建委副主任。很快胡锦涛便受到了贵人赏识，此人便是甘肃省委书记宋平。宋算是党内传奇人物，国共会谈时任周恩来秘书，后官至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常委。今年104岁，见人无数，号称党内伯乐。80年代是一个改革派占据舞台的年代，各类年轻杰出官员层出不穷。1982年，宋平将胡锦涛推荐给总书记胡耀邦。同年，胡出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，自此走上仕途的快车道，时年年仅40。数月后，胡锦涛被火速迁往北京，任共青团中央书记，这也是胡被称为团派的原因。1985年，胡锦涛调任贵州省委书记，用基层一把手培养接班人候选曾经是党内传统。上任后不久，胡便将贵州省的大量数据等细节了然于胸，其开会讲话常常切中实际，给同事留下稳重扎实的印象。1989年1月，胡锦涛调任西藏省委书记，不想十几天后时事班禅突发心脏病离世。该事件间接引发藏人的骚乱，这可类比胡耀邦去世引发的学潮。藏区历史上一直臣属大清和民国，但保有藏人政府，类似联邦下自治。西藏问题很复杂，但你若只看事实，自解放军攻入西藏，藏人认为自己被外族统治，藏区有党委一把手都是汉人，充分自治有名无实。根据胡锦涛文选记载，1989年3月8日，中央政府宣布拉萨戒严，胡领导下的西藏党委迅速响应，果断处置了骚乱，也就是镇压。不过这次评判也给胡锦涛在党内带来极大的政治资产，我们后面会说。当年欧洲议会、美国国会也通过决议，并强硬表态尊重人权乃维系贸易之先决条件，这和今天也有些许类似。数月后，西藏解除戒严。3年后的1992年，胡锦涛结束地方历练回到中央，并直接于10月的14大上当选常委，排名第7，这速度让人瞠目结舌。我们来简单理理当时的政治背景。广场事件之前，党内改革派是时代主流，地方中央概莫能外。广场之后，改革派被彻底清除，保守派重回绝对制高点，包括陈云、李先念、王震、李鹏等。邓虽暴力镇压了学潮，但对改革却绝不马虎，这包括经济和官僚制度。经济上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全盘私化，具体可见我讲经济崛起的视频。官僚制度上包括终结领导干部终身制和避免党内山头林立。由于改革派全体覆没，之前有序推进的政治改革彻底中断，这也直接造成如今一尊无人制约、人大形同虚设的结局。简单说，制度层面分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，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发展，政治制度决定顶层设计、权力制衡、财富分配以及人民的权利保障和话语分量。政治制度不进反退，从集体领导退回一言堂，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当今的一系列问题。邓当年担心北京小圈子林立，于是从外地调来上海书记江泽民。江和平地平息了上海学潮，果断封杀自由派经济导报，在京城也无门无派，也善于察言观色，这让邓很是欣喜。于是邓力挺将成为下任总书记。
将初到北京无门无派，急需结交元老构建自己势力，他很快和薄一波、王震等保守派打得火热，在经济方面也开始走回头路，重回公有制。邓早于89年卸去一切职务，邓的讲话开始常常传达不出北京。邓察觉到这个苗头，于92年1月，在军队实权人物和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陪同下南巡广东，敲山震虎，喊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口号。随后将立刻回到改革正轨，但邓对将显然已不信任。邓已年近90，急需有人在其死后能确保路线的延续，除了依靠军头杨氏兄弟监国，邓还想到了一招，隔代指定。隔代指定有点类似先王托孤，摄政王今后得归还实权，同时对摄政王形成遏制。邓希望中国政治也能够制约权力的心思相当明显。92年的胡锦涛的直升常委便是确立储君，这个储君岁数不能太大，要在地方历练过，要能干且坚持邓小平路线，还绝不能推翻邓给广场的定性。而胡锦涛的各项资历，加上其在西藏的铁腕，深得保守派和汉族主义者赞许，堪称邓心中完美的人选。1993年，胡锦涛担任党校校长，其在储君期间也曾担任该职务。1997年，胡连任常委，并从第7升至第5。98年，胡接任国家副主席，99年兼任军委副主席，储君之位相当牢固。1997年，邓去世，次年杨尚昆去世，监国监军二人相继离去。放眼朝堂，元老们逐渐凋零，将已无人能敌，将不断在党政和军中安插自己人马，打造自己的时代，包括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和胡时期防长曹纲川。早在2000年左右，离换届只有2年，坊间传闻将意图废掉胡锦涛，另立储君或任期延期。当时7常委中有4人和将并不对付，包括胡锦涛、李瑞环和魏建行。总理朱镕基坚决执行邓小平改革，显然不会挺僵。邓虽离世，余晖依然笼罩政坛，政治局仍是集体领导，重大事情必须由常委表决通过，和现在的一尊不同。这样的设计让一党统治还能有些纠偏能力，包括之前提到的隔代指定。邓怕的是一人独大或每逢换届便血雨腥风，他希望能长治久安。这是放在现代政治文明采取的是三权分立、司法独立，但这显然不是邓的时代能够理解。2002年的16大之前，李瑞环公开表示，实现新老交替和干部年轻化是16大最重大的历史使命，不实现新老交替就不可能开16大。李瑞环被视为是继胡赵万里习仲勋后，中央仅存的少数思想开明的领导人。这些话让将拒绝交班成为泡影，李瑞环也被将从下届常委中逼退。2012年11月，胡锦涛接替将担任总书记，正式接班。不过将依然保留军委主席2年，垂帘意味相当明显。在接下来的10年间，将继续安插自己人马，占据了中国大半江山。到了习军中反腐清除对手之时，军委几乎都是江的人。纵观胡温10年，胡锦涛并没有多少实权，在历届领导人中最无存在感。胡温在外交和经济方面虽能制定政策，但在人事和军队方面处处掣肘。到了后5年，习被立为储君，文武百官竞相讨好习，胡温更是政令不出中南海。熟悉中国政治的同学都不会陌生。汶川地震，温家宝第一时间竟无法调动军队。如今有足够的证据链证明06年黄海刺湖事件的存在，胡在黄海阅兵险遭不测。百度搜索一度解封该事件，有兴趣的可自行谷歌，这里不细说。和早年一样，胡锦涛执政较为勤政亲民，言论空间较为宽松。胡温开通网络论坛和民众交流，粉丝号称实景八宝饭。比起现代政治的政治人物，接受议会鞭挞，开通社交账户与民互动，胡温做的当然还不够，有时甚至被戏称演戏。胡锦涛到访乡里表情僵硬，但比起一尊只许歌功颂德显然要强得多。这是一种权力的傲慢。虽然胡温后来也提出和谐社会，加强对言论的审查，修建防火墙，但他也只是被提现的木偶。2003年，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，以人为本，全面协调可持续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，更加注意平衡发展与环境污染等问题。2006年，胡温政府全面取消农业税，极大减轻农民的税负。很多人认为胡温10年无作为，其实并不准确。胡温确实无太多实权，对权贵的蛋糕无法撼动，
其经济政策较为宽松，较少干预市场，这本质是市场主导。而正因为如此，各地大小权贵们攻城略地，沾上权贵资本主义的企业如虎添翼，各级政府的项目投资也层出不穷。我在邓时代的视频里也有描述，01年中国加入世贸的巨大市场红利，让中国经济进入了黄金10年。胡温时期的经济增速常高达2位数，总量翻了4倍，进出口总额世界第2，外汇储备增加10倍。另一方面，政府在分配上的不作为和过度丛林资本主义的剥削，也让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，社会问题越来越尖锐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。不过面对群体性事件，胡温政府没有选择火速镇压和封杀媒体。在当年问完石首等群体性事件中，网络上的热烈讨论，省市负责人甚至温家宝亲赴现场，有的甚至有李昌钰等法律人士的出现。调查记者的锲而不舍，责任官员的免职，在建国后堪称空前绝后，这并不夸张。胡温似乎是想打造一个法治社会。外交方面，遵循邓小平的绝不称霸韬光养晦，胡锦涛大力倡导和平崛起。作为本就让人提防的前共产大国，这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度达到新高，为中国争取到最佳的发展环境和国际资源倾斜，中国的朋友也越来越多。2005年国民党的破冰之旅，两岸民间与官方往来愈加密切。胡锦涛对待钓鱼岛和南海问题都保持了相对的克制。同时，胡还开始务实负责任地解决朝鲜问题，运用其影响力把朝鲜留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。虽然朝鲜问题可能更看上海的脸色。在胡时代的后5年，官员早已不听号令。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，汪洋在广东大搞广东模式，各地诸侯要么大显神通，要么巴结储君。胡温整个10年无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后来胡也曾和新复令计划试图收权，但没成功。中国政治改革自广场后基本停滞，而经济的结构化改革主要发生在80、90年代，以朱镕基的国企改制为结束标志。胡温10年只能算是守成的10年，邓时代的延续，作为民意最高权力者，也是最憋屈的10年。而胡时代的结束和新军的推倒一切，也意味着邓时代的终结。2012年11月，薄熙来政变未遂，温家宝老泪纵横呼吁政改，胡锦涛卸去所有职位，以表达出一种绝不练权的节操。不过这也许也造成了另一种不平衡，让后来者权力大无边际。最后再说说如何评价一个政治领袖。这是若放在100年前，只有一个标准答案，他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。然而在100年后的今天，衡量一个政治人物就多了很多标准。首先，他就不能是一个皇帝；其次，他的个人品行，他的政策对国家和人民的影响，他是否从时代发展的角度，对关系这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合理系统设计做出修正。当年美加等国的开国元勋，也会因为曾经的时代局限性被大家批判。100年后的中国人，也许也会变得开放、尊重、多元、平等、包容、自由，这是人类发展的趋势。从这些角度说，历代核心们终究会被扫进历史垃圾堆，而胡锦涛这个曾经并无实权的过渡核心，也只会是历史书中的匆匆过客。关于胡时代就说这么多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，谢谢大家。